吴先生28岁，来自河南，声乐老师。小林28岁，来自山西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一个河南，一个山西，现在到底在哪儿生活呀？在北京。哦，在北京生活啊？对，在北京。在哪儿认识的呀？我们是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北京的朋友生日聚会上啊？对。那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儿啊？大概现在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快2年左右了。哦，都快2年了。对。今天谁要来的呢？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其实关系挺好的，他也挺迁就我的。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对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思考的挺多的，所以我就想进一步去发展。我想着结婚左右嘛，因为我们年龄也就大了嘛。但是我只要跟他提有关结婚这方面的事情，他就特别生气，反应就会特别大。为啥？我觉得结婚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儿，然后我觉得我们不是严肃，也不至于发脾气啊。我觉得我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一个规划，我们是要结婚，但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成熟，我觉得可能2、3年之后。是等时间呢，还是等时机？这是2件事啊。等我变得更优秀，我的财务可以更自由的情况下。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还不能结婚的？说白了，不就这意思吗？对，我觉得我现在结婚的话，可能会让他跟着我受苦。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平台之后，然后再给他一个美满的生活。他老是就是拿这一套理论来说我后来就是我想一下，就是他父母肯定也不是这么想的，肯定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有幸福的家庭嘛。我跟他提过见父母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否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肯定是要见下父母的，而且又是大过年的，再等一个过年都3年了都。然后我就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买了票，然后去他老家。我的意思说跟他父母就见下面嘛。我本来以为他父母是知道我的，最起码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是这样的。但是我挑了好多礼物啊，大过年的我跑到他家的时候，他父母根本都不知道我是谁，就搞得我特别尴尬。你进门是怎么说的？就是那个叔叔阿姨好，对，你找谁是吧？对对对，通常会问你找谁是吧？对对对，叔叔阿姨好，我是那个小胡的女朋友。他说大胖说真是这样。然后我就特别尴尬，然后只说过年就是回家路过。他不在家吗？他没有在，因为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去。他又说工作特别忙，没时间这个那个。对，等于你私底下偷偷的未经他允许就拜访他父母。对，你发现他父母连他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后来那我就是只能说阿姨那个我就是回家顺便路过这个礼物您收一下，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扰了，我就走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实在是越想越生气这个事情，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你怎么能对父母上面还保密呢？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我跟他打电话，我说怎么样，然后他比我还生气，哎呀，你为什么去我家呀？没跟我说，就是这条理论。然后我大过年的，我一个女孩子，我拎着行李箱，我四处的去找酒店，我正常反应不是应该马上打电话回家说这是我的女朋友，你们好好招待一下吗？你打了吗？没有打，因为当时他在就是比较晚的时候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然后我本来计划着是我们2个都准备好了之后，让我父母感觉就是对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就是第一眼就认可。我想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没想到是一种就好像半路杀出程咬金来着，就是这种，然后突然就来了，然后左岩老师去了叫半路杀出程咬金啊，我觉得他去不叫啊，我觉得很唐突，对不对？但是女生这件事儿你做的确实，咱上杆子不是买卖呀。然后我就是真的很生气嘛，然后我就买了票，然后回我家。他打电话给我嘛，然后我说那既然是这样，我已经跟我父母提过了，因为我很敞亮我对他我这段感情。后来我就跟父母已经提过他了，我已经包装好他了，你知道吗？但是对我说那你就来我家拜访一下的嘛，我已经做了退让了，可是他还是不行。就是说我可以不去你们家，你得来我们家，是这意思吗？对。去了吗？后来他没去，他还是没去。在我的观念中，见父母就是已经是要把这个婚姻提上日程的时候。如果我没准备好，就感觉很尴尬。对，而且我不敢保证，就是说，万一他父母不喜欢我，那我们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
你世事都变化了嘛，他都已经去了，你就安排嘛。想让你去看看他父母，你这个真是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欠妥，但是你这解释我觉得也差点意思啊。对，等于女生特别急着要嫁给他。对，我想稳定下，有一个稳定的家庭。那这个春节等于都没过好呗？没有。但是我事后就是跟他好多次道歉，然后哄他，我就是不想因为这些事儿，然后去影响他的心情嘛。其实我也很在乎，就是他的感受。有一段时间白天我是在培训中心上课。我就想在空余时间去接一些私人的演出，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可不可以？然后结果当时他也很感动，也很理解，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买房，然后给我们未来有一个交代。他说就是我们以后有了房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未来嘛。然后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嘛。然后他肯定说要多加班多赚一些钱嘛，我又不能说不行，我说行，那你去吧。但是我点头答应是一回事儿，但是他办起来他又是一回事儿。就他自从加班之后，我一个星期见到他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特忙。对，那真在忙是吗？对，后来我也觉得他真的在那么忙嘛。后来我就说，那我就自己主动一下，我就去看一下他嘛。后来我就跑到他公司，但是我发觉我只要去到他公司，他就很不开心。为啥？我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就是我在工作中正投入的时候，尤其是做艺术，就是很不喜欢被人打扰。而且您那是培训机构不是？对，培训机构。教什么呀？但是我们教声乐，教声乐下了课不就没事了吗？对吧？我们也会准备很多演出，其实也是要消耗很大的心思。不是，那也没啥呀。你喜欢你爱你的人，你爱的人来看你，应该很高兴啊，刺激你的创作欲啊。我理解是这样。但是有几次他来，就是他一进培训中心的门儿，然后他整个脸都是拉下来的，然后他直接就过来，就对我就一顿质疑，然后一顿什么一顿质疑？那这确明了我的想法，他是对的。你根本就是在公司里面对我身份进行保密的，而且我拉这里也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老是挑对你好的说呀？那你为什么不说我大老远的去看他，然后我给他发信息，他说他忙。我中午发吃了嘛，晚上才回我信息。你那么忙，你多忙啊，你得。然后我进去看他的时候，他大老远跟他那个上司在那弹钢琴，在那笑，开心的不行啊！我大老远我都隔着玻璃，我都能看见你俩在那块笑啊！那大白牙真的是，我就服了。大白牙真的是。但是我们美声本来就是需要有一个钢伴，然后一个美声人声在唱，两个人配合。但是这个唱歌我们是为了接下来的工作唱的，我们不是随便唱，就是情歌呀、爱歌呀。女朋友来了，那女朋友不高兴了，误会了，赔个笑脸说：“哎，我们俩在准备晚上的排练，这是我女朋友啊，没事了。”是啊，你当时啥反应啊？我很难说当时的那个反应，因为他的态度。他对我很多的质疑，然后被很多同事看到了。我的上司也因为这个事情就跟我聊了好多，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把个人问题带到工作单位上来？你去了说啥了？我就在门口，我就挺不开心的，我就问他谁呀，什么什么的，他挺反感这个事情，他扭头他就回去了，你知道吗？对你也是挺傻的，你回去再问吧，你非在公开场合问干嘛？对，后来我也没有多说，我忍一口气我就走了，然后。我跟他说结婚这个事情，他说是不允许，说公司规定。我就说这什么年代了，就感觉真是欺负我不懂似的。那我就打电话就给他女上司，我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后来我就问的时候，人家是说公司压根都没有这种规定。你说你老是说你工作忙，你把私人感情挂在工作上面，我也很没面子跟着你，你知道吗？我也挺丢人，我在那个玻璃后头，真的。现在我听明白了，等于那次的事件之后。女生又跟男生提出要结婚是吧？你的理由是单位不让结婚，是你说的吗？是我说的啊。你们单位真有这规定吗？是这样的，就是单位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几个开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共识，因为我们培训中心刚成立不久，2、3年之后。等这个培训中心稳定了之后，然后大家就才可以放松一下，然后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只是旁敲侧击的提了一下这个事儿。我感觉我当时的观点也是很偏向于这个的，所以我就另一方面也是招架不住他平时就是好多次这样就是说提结婚，然后我就把这个给夸大了一点儿。哦，所以其实这傻姑娘还亲自去求证了一下，是吧？电话里。对，我就想戳穿她的谎言。其实这谎言戳穿了怎么着啊？我就是挺生气，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为了让他更在意我一些嘛，然后我就约了好多朋友在一起，酒吧呀一起去玩，为了气他，我还发那个照片给他。
其实这个我就很不能忍受，主持人您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俩一开始都是比较保守的人，从不踏进酒吧半步。然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他经常都是玩到半夜2、3点，更甚至他每次都会把照片发给我，然后这就让我就是很崩溃，然后心里也真的很不是滋味儿。后来就是我在酒吧嘛，他打电话过来，他说你回来吧。我说那你过来接我嘛，对吧？这才有盗窃的样子嘛。然后他就来了，他真来了，我就在里面，我跟朋友说，哎，我男朋友过来接我啊，然后我等一下要先走，我就在里面等他，我等那么长时间，人家不过来，等一下电话过来，他说你出来，我到门口了。我一听什么东西？你过来接人，你肯定要接上我，然后你才走的嘛。你在门口，你出来啊！这像什么话？他就又把我扔下，他自己又走了。是他把我拉黑了。那我让你进来接，那你过来接我吗？我们认识不止1天2天了，他也知道我从不踏进酒吧半步。然后除此之外，他对我发脾气，电话里发脾气，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不是，咱在这儿争这个对错有什么用呢？就是2个恋人之间争对错有什么用呢？是咱们回到焦点嘛，女生想结婚嘛，男生现在还不想结婚，是还是不是嘛？是。那这个酒吧事件之后，这个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状态到底在哪个维度上了呢？那件事之后，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挺愧疚的。我觉得我当时自己走是不对，我就想跟他坐下来心平气和谈一下我们的未来。其实我总结了之前经历过这么多不好的事儿，其实他是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环境。然后我就想就是改变一下我们的情感，然后我就跟他试着提，我们要不出国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全换一个环境，然后他再也不会就是因为女上司而吃醋。不是谁跟谁出国？我们2个人出国，就舍弃一切烦恼，然后我们出国发展一段时间，感情重归于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我这脑子跟不上了啊！就为什么他们不好了，就到了国外就又好了呢？是吧？就因为换一个新环境嘛。是去国外结婚吗？不。你看，我跟他说了，我说去国外也成，我工作也辞了，跟着你去国外了啊，然后你又把我扔下了，咋整？我说最起码不结婚订个婚就行吧。停，我现在有点晕乎啊！到了国外跟你们俩的这个情感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二鸟的事儿。我既能就是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就是给他一个新环境。不是人家因为老环境，人家就要结婚。结婚，我觉得情感跟结婚本来就是2码事嘛。情感上升到一定层次，他才可以结婚。你们俩现在情感没有上升到结婚那个层次，对还是不对？对，我觉得他可以完全按照我计划的节奏，然后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哎，你说了一个我感触最深的，这2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你发现了吗？我需要这样，我才能娶你，这是男生说的。女生也在自说自话，我们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我就是以结婚目的谈恋爱的，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跟我结婚就不行，我就想出各种法子来向你逼婚。2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你们确定这个没提结婚之前，你们的恋爱谈得特好吗？对，只要不提结婚这个事儿，就是啥都好说。那就别结了吧。那人家们都结婚了，而且就朋友们孩子都好几岁了，你说我到这个年龄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玩玩闹闹，不涉及正事儿，我们都行。但凡想在生活里面稍微走扎实一点点，我们就会闹起来，是这意思吧？对，是不是这意思？对，你们听老师们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们先来讲2个概念啊，私域和公域。私域，私人领域。什么是私人领域？我们自己生活的私人环境，包括我们和父母的亲密关系，我们和朋友的亲密关系，这个叫私域，私人领域。这个领域里，他不可以进来，你的门是关起来的。公域，公共领域，你的工作单位，你的社会环境，这个地方他不可以进来，他进来影响你的艺术创作。可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只要我们不是大明星，无论是私域还是公域，我们都是把门打开，邀请我们的爱人和伴侣走进我们的空间。你是偶像吗？不是。你是艺人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关在门外？你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叫我，一句话里可以出现4个。在我的观念中，我觉得我要去拜访他的父母，要让他们喜欢我，
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为核心和前提的，这是掠夺性的感情。他不让你进，我就硬闯，我自个儿提着大包小包我去他们家。人家拜访父母是要两口子一起拎着东西，在双方父母都知晓的情况下，那个叫拜访家长。你不叫，你是硬闯进去的。他的工作环境你也硬闯啊，你可以单独的和他的上司进行对话和交流，你可以站在他的大门口大呼小叫的说那是谁，你的方式方法不对。包括最后你在酒吧，那是恶性循环的报复行为，你不是在报复他，你是在报复你自己，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刚刚赵生老师讲的，上赶着不是买卖。而且男生，我想跟你讲的是，咱说实话，咱不想结婚，咱就说咱现在不想结婚。你不要一会儿跟我拿音乐说事儿，一会儿拿艺术说事儿，一会儿拿我们公司规定说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好好说。我现在就不想结婚，不光是不想娶你，其他人我可能也不想娶。实话实说，不要吊着他。作为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要讲实话。不管是将来还继续和这个女生谈恋爱，还是和其他女生谈恋爱，第一，要跟人家说真话；第二，要给人家名分，让人家进入到你的私人领域和你的公共领域。好。对于女生，我明确的告诉你，她目前或者未来几年之内都不一定会娶你。他给你的期限是等我变优秀了，等我准备好了。我什么时候能变优秀？我如果40岁都没有准备好呢？你会等到他40岁吗？我不会。所以你现在自己做决定，你要么就跟他继续处，你们俩就这么谈恋爱没问题。你要想结婚，就换个人。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谈恋爱和一个人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一个人的话，那我为人处事各方面我可能考虑自己多一点，但谈恋爱就不一样，那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两个人很紧密，都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但是你们两个在一些事情上面基本上都在考虑自己，两个都是一个自我个性极强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而且还没有彼此妥协和包容的层面在里面，所以你们两个不可能有太紧密和更长久的这种交合，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个，我提醒女方，我还头一回听说自个跑到男方家里面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逼婚的，多么的极端的方式啊！我们以为是能够唤醒对方，但是其实你把自己搭进去了，都难受。但是呢，谁也赢不了。结婚这件事情当然是我们谈恋爱要考虑的事情，但如果把它变得那么功利的话，结婚这件事情就让人变得非常可怕。那么男方也一样，我希望你说真心话，而不是你所谓的那些什么我变优秀了，不妨就说真的，要不然两人这样耗下去，彼此伤害没有什么意义。婚姻是什么？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婚姻是责任，但是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我认为在你们俩的情感当中，我不能说没有爱情，可能某个层面是有感情的，但是这个感情就像男生说的，没有上升成为他愿意去负责任。我特别赞成两位老师说的，你要直接告诉他，我们互相陪伴，在这个年龄段，我在发展事业，我还想留学，我不想对你负责任。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女生和你志同道合，和你情投意合，她说咱俩结婚吧，我不认为你会说，哎呀，对不起，我还没有功成名就，我不能娶你。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男生对女生的感情不足以谈到责任这个高度。所以给男生的建议是直面内心，直面他，要告诉他你心中真实的感受。好。女生，我觉得其实你跟他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区别，太过功利的想要结婚的心态，我认为也不适于进入婚姻。婚姻是水到渠成，是相爱才走在一起。我希望女生也好好想一想，对于自己只是因为时间久了年龄大了想要结婚的心态该做如何调整。不是一路人，
不要强求进一家门。这是送给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各自幸福，谢谢。你的父母见了他面之后，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有点冒失，然后给他们就感觉就稍微有点惊吓的感觉。你向他们解释了没有？我解释了，我想晚一点带女孩去见他们，但是我没想到女孩这么早去，然后这些都跟父母说了。你的上司和你的同事怎么谈论的？我的上司就说：“怎么你女朋友这么着急催着你啊？”然后她漂亮吗？她漂亮。她的性格是你喜欢的？她的性格一开始我是非常喜欢她的性格。说现在。现在有一点犹豫。犹豫的是什么？是这种性格你是不喜欢的？犹豫就是总是极端的做出一些事儿。你心里其实已经开始不能接受她了。尤其是他的性格，但你却不明白的说出来，还以音乐、工作等等来说事儿，不愿意跟他结婚。我觉得我说的音乐这些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你刚才就一点就拆穿了你们是撒谎吗？你们的公司没有规定说不允许你结婚吗？是你夸大其词吗？对，他去你家，你把他藏起来，你生气。他去你的单位跟你争吵，你觉得丢人，去接他。你说酒吧那种地方我绝对不会进去，然后你又一个人回去。反正种种迹象表明，我认为你是觉得这个女朋友是拿不出手的，是给你丢人的。但她确实很漂亮。那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她除了在长相上符合你的标准，他所有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没有修养的行为，是还是不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说他刚才做的这些事情你都不能接受呢？为什么进到了酒吧门口你不能把他接出来呢？你不怕他出事吗？我当时走其实也是完全被他气到了。即便是他到了你家去是很唐突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也是置他的失落、安危于不顾。没有叫任何人在那个城市接待，所以从种种情况来看，我都认为你在藏着他，不想告诉全世界我有这么一个女朋友。我拜托你坦诚一点行不行？你不想结婚你就直接说，选择开始和选择分手都是每个人自由权利，你干嘛要把这个拿来说事儿，那个拿来说事儿呢？我直白怕直接就分手了。你直白怕直接就分手，但如果你不直白，倒让人种种猜疑。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我觉得他是看不上你。其实，而且你做的一些事儿确实让人也看不上。你好像在他身边处处都跟人说，哎，这是我的男人，我们都要结婚了。你用种种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贴标签，希望尽可能的把自己推销出去，结果到头来更没有分量。你完全可以找一个珍惜你的，把你看重一点的男人，一个把你东躲西藏的一个男人，你又何必去处处跟他扯上关系，告诉大家我们是情侣？你这样的话只会让他更瞧不起你。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反正我今天是不会出来。就这样。女生就一个建议啊，别再那么极端了。那么极端，其实把自己整个的东西全都拉低了，不那么干。男生，这老师们说的特对，喜欢就是喜欢，爱就是爱，能结婚就是能结婚，不能结婚，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陪伴。我跟你说清楚，其实大家恨你的就恨你在你不坦诚，勇敢一点。男生和女生都是一样的，就一个问题，我真的爱他吗？我真的跟他愿意往前走吗？还是说他只是我阶段性的一个伴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如果是这样，谢谢彼此嘛，去留学去嘛，找一个愿意娶你的男人并且真爱你的男人嫁了不就得了吗？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最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发生了，然后其实咱俩也互相伤害的挺深的，我就觉得咱俩可不可以就是先抽离出这段感情，就是仔细想一想，然后考虑一下
是不是真的合适在一起？我觉得情感和婚姻它还是不是一样的，就像盖大楼一样，要有一定的基础。我懂了，真的。对不起，我真的很在意时间。21岁到23岁我可以陪你谈恋爱，但是25岁到27岁我不行，对不起。嗨，别说那么伤感的话。其实没人说你们对错嘛，你就要结婚，你就找一个愿意娶你的人嫁就好了。你没有办法娶她，那你就跟她说对不起，我娶不了你嘛。好，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来，请关门。来嘛。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有啥跟人说的吗？他就这样走了，我真的很难受。我还会争取。行了，按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吧。谢谢，请回吧。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